培培带着丹丹丹走了很久，也没有发现人影。而在一边潜伏着的单双双担心他们提前赶到现场会中了苏决的奸计，于是给他们释放了迷魂散。很快，几个人就闻到了一种香味，产生了幻觉，像是个小孩子一样打闹。培培正要亲吻丹丹丹的时候，将他误认为是翠柳，便惊醒了过来。培培赶紧也将丹丹丹叫醒，才躲过一劫。培培觉得他们应该是被人下了迷魂药，赶紧将阿六也叫醒，赶紧商量前进。等他们搞到目的地的时候，早就没人了，只是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玉器钥匙，哪种雕工只有出自他们裴家。这叫培培意识到中计了，之前的种种巧合正是要陷害他们裴家坚守自盗封馆的案件坐实，要是遇到人正好百口莫辩，幸好有人暗中相救。苏决中毒回去后找了郎中诊治，只是没有性命危险，但是却还没有更好的方式给苏决排毒。就在这时，单双双赶回去了，直接用嘴将毒液给苏决吸了出去，这叫汪掌柜十分震惊。苏决醒过来，直接握住了单双双的手，承认自己错了，还将之前怀疑单双双的事情都解释了一遍，想要赢得单双双的原谅。只是单双双心里更担心他的身份会暴露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想着要早点离开苏家去裴家调查。培培回去之后总觉得是苏家人设计他们，不过丹丹丹却觉得现在他们一天比一天好，更加值得高兴的就是姐姐单双双也要去帮忙，所以叫培培放心。不过对于昨晚培培误将他认为是翠柳很生气，直接揪着培培耳朵问罪，吓得培培赶紧承认错误才没事。苏决中毒痊愈后，为了能够追求单双双，十分诚恳的将碧水鸳鸯送给了他，这叫单双双十分惊讶。但是苏决却对单双双表达了爱意，希望借着这次机会叫单双双嫁给他。没想到单双双直接拒绝了苏决。苏决觉得应该是哪些还不够表达爱意，于是要将苏玉轩的所有家产都给单双双，但还是没有得到单双双的爱，并且这回要去启培阁找妹妹团聚，这就叫苏决更加难过了。不但不接受他的爱，还要去死对头哪里就职。只是单双双去意已决，谁都无法阻止。单双双走后，苏决一个人瘫软在地上，回忆起小时候被父亲教训，比不上培培就更加憎恨，要叫培培将失去的一一奉还。启培阁迎来了几个贵妇，但是对他们家千篇一律的首饰已经不再满意了，想要叫丹丹丹帮他们打造一些更加优秀的首饰。丹丹丹应承了下来他们的要求。就在这时，阿六兴奋的跑回去禀告单双双去了。这回暗恋依旧的单双双终于去了他们家了，阿六以后就可以每天都与之相见，自然兴奋。阿六帮单双双准备好了房间，丹丹丹带着姐姐看过后，便前往了店铺安排工作。之前单双双在苏玉轩就是金银类首饰制作，所以去了启培阁依然老本行。而在单双双心里，不管要干什么工作都无所谓，主要目的是去调查父母的死因。阿六去找丹丹丹，想要叫他帮忙转送给单双双，没想到阿六竟然拿出很多，继续购买了一盒山参和布偶，这叫丹丹丹发现阿六真是动情了。就在这时，单双双回去了，阿六羞的赶紧跑开了。不过单双双得知后也没有放在心上，毕竟没心思谈情说爱，一心只想破案，先找出封馆的下落。阿六还在店铺做春梦，想着单双双的身影，没想到单双双立刻就出现在了阿六眼前，这叫阿六十分高兴。单双双想要从阿六那里了解一些关于启培阁氏卷宗，阿六很高兴的就将单双双带去了历代收藏馆。单双双借口要查阅很久，便将阿六支走了。单双双要在哪里寻找蛛丝马迹，看看有没有关于凤冠的线索。单双双发现了启培阁很多图纸都十分厉害，竟然和多年前凤冠上面的精细程度完全一样，但是叫单双双不解的是，竟然一直被苏玉轩压制。就在这时，培培和阿六过去了，单双双赶紧给培培请安，不过阿六也赶紧解释是他将单双双带过去的，培培想要责怪都怪他好了。就在这时，丹丹丹也赶到了，见培培有些生气，也赶紧认错，不过培培却觉得他们都很过分，竟然将外人带去那里。丹丹丹不知道培培竟然对姐姐去藏书阁看图纸很生气，不过也将自己和培培有了肌肤之亲的事情也告诉了单双双。虽然单双双想要调查清楚凤冠之事，但是也希望妹妹能够幸福。就在两个人很亲密的谈论家常的时候，培培和阿六也正好看到了。培培觉得当时的话有些过分了，要向丹丹丹道歉。培培接到了一封信，
叫培培去花满楼详谈关于斗玉大会抄袭之事。培培想要翻身，必须去见一面。培培赶到花满楼，发现原来是翠柳，他想要叫培培原谅当初的错误，以后一定改正，希望培培能够原谅。翠柳给培培下跪，敬上了一杯酒，培培也没有多想，喝完便想要离开，没想到翠柳竟然在里面下毒，培培直接倒了下去。翠柳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一大早，丹丹丹给培培送饭，没想到人已经不见了。阿六赶紧将昨晚培培去了花满楼之事告知。丹丹丹知道事情有蹊跷，赶紧前往，没想到翠柳正在床上臭骂培培还他清白，而培培还不省人事。就在这时，官兵赶到，直接将培培搀扶了出去。丹丹丹对培培的做法十分生气，竟然就上了翠柳的当。原来都是苏爵在搞鬼，找到了翠柳，叫他报仇，并且给了丰厚的报酬，只要翠柳愿意，苏爵可以提供一切帮助。阿六想要去大牢将培培劫回去，到那时遭到了单双双的阻拦。丹丹丹也安慰裴秦氏，因为培培不会强奸翠柳，否则不会等到现在，所以培培一定是被陷害的。丹丹丹要想办法将培培救出去。丹丹丹的话叫裴秦氏十分感动。丹丹丹赶到大牢，发现培培身上都是伤，十分虚弱，这叫丹丹丹更加伤心难过。没想到官兵为了叫培培认罪画押，竟然动了私刑。丹丹丹回去之后，将培培的现状转告了姐姐和阿六。不过现在要找到证据解救培培才是正事。丹丹丹早就怀疑翠柳提供的酒水，但是经过检查没有任何问题。杨妈妈也称只有翠柳和培培去过那个房间，所以也没有其他嫌疑人。丹丹丹不知道究竟是谁想要陷害培培，更不知道是谁报官，而单双双想的是想要调查凤冠的事情，培培绝对不能出事，否则就断了线索。城主也对培培被翠柳陷害很无奈，现在培培出事了，为了避免苏玉轩一家独大，所以叫人去敲打一下，也正好教训一下城中的不良之人。丹丹丹跟踪翠柳，发现竟然与苏玉轩的人经常接触。单双双也去了翠柳的房间，想要寻找关键证据。经过和一些丫鬟交谈，得知翠柳是个很传统的人，虽然喜欢培培很久，到那时不会做出轨的事情。于是丹丹丹想要见城主替培培伸冤。城主将培培带上大堂，想要叫培培将事情完全托出。培培讲述了与翠柳相见的所有过程。丹丹丹还将城里最有名的稳婆也带上了大堂，想要检查翠柳是否完璧之身。这叫翠柳慌了神，赶紧承认培培只是亲吻了他。丹丹丹叫翠柳要想清楚，不要被苏家利用。翠柳担心苏爵被牵涉出去，赶紧认罪，气得城主直接叫人将他压了下去。培培被无罪释放，但是最感谢就是丹丹丹了。培培也对当初藏书阁的态度道歉，不过丹丹丹却对培培被翠柳陷害耿耿于怀，没想到培培竟然会那样愚蠢，总是被翠柳整。不过现在培培能够平安回归也很欣慰。苏爵得知培培被释放了回去，竟然直接去问候，气得培培直接送客。但是苏爵却想要叫单双双能够回去，于是直接将方圆10几里的原石都收购了，那样以后启培阁就再也没有的货源。很快苏爵便将所有成品价格下调到3成，那样启培阁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，单双双也就只能回去他们苏玉轩就职。郝掌柜赶紧将苏玉轩的做法禀告老妇人，这回他们才明白，原来叫培培入狱就是调虎离山之计。现在郝掌柜也为了能够运转，将成品低价转卖，但是现在却没有原料，想要周转已经无能为力，很多工匠已经要离开启培阁另谋高就。丹丹丹到处去寻找货源都无济于事，只好回去另做打算。丹丹丹给培培熬制汤药疗伤，虽然很苦，但是培培却觉得心里很甜。丹丹丹觉得培培现在心里一定很担心关于原料的问题，不过现在有了丹丹丹，一定能够迎刃而解。毕竟培培牢狱之灾，丹丹丹都能解决，原料就更加不在话下了。培培对丹丹丹的信任叫他十分开心。培培上班后发现一些工匠要离开去苏家，虽然郝掌柜尽力挽留，但是工匠们也很为难，毕竟要养家糊口。培培也没有为难工匠们，放他们离开。裴秦氏见状不妙，将自己的结婚首饰都拿出去要卖掉换钱，这叫大家都很为难。就在这时，丹丹丹过去了，希望裴秦氏能够留下那些首饰，以后给他作为聘礼才留下。丹丹丹觉得现在没有原料，就不再做玉石生意，要改行做金银首饰生意。
那样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。等以后有了起色再改回去。培培叫郝掌柜将现有库存成都变卖掉，然后改成金银首饰生意。虽然郝掌柜很不理解，但是家主吩咐也只好照做。单招裴秦氏商量起培格该做金银首饰生意的事情。裴秦氏虽然也很舍不得，但是现在也别无他法，只能走哪一条路。就像是当年培培父亲离世的时候一样，很困难。裴秦氏也是另辟蹊径，才有了现在的成绩。所以裴秦氏也很相信单的能力会带着启培格越走越好。单想要定做几款女装，但是因为最有名的成衣店价格很贵，于是单想要将价格打下来，便找了成衣店老板要商量砍价。不过朱老板为人耿直，从不砍价，但是却有个软肋，就是小女热，就是心头肉。单去成衣店后，正好看到小女儿正在玩耍，于是赶紧去套近乎。没想到小女儿很喜欢单身上的胸针，单便送给了她。朱老板发现胸针戴在他们家制作的成衣上十分漂亮，单便趁热打铁，想要与他合作，以后他们家的衣服就搭配起培格的金银首饰，还能给朱老板1成的分红。朱老板觉得提议很值得，便没有犹豫答应了下来。单双双给启培格制作了很多精美的首饰，这叫培培和单都很惊讶。于是单双双想要借机提出一些关于凤冠上面的工艺，但是培培都没有听说过，这叫单双双很诧异。没想到培培竟然都没有听说过那些工艺，想要调查凤冠还要从长计议。单带着培培去了花满楼，想要利用那些姑娘来推销首饰。姑娘们见到精致了首饰自然喜欢，没想到单竟然要白送给他们，并且只要有客人通过他们购买首饰，姑娘们还有提成，这叫姑娘们十分高兴。苏觉得知启培格竟然改行做了金银首饰，十分惊讶，但是见到培培竟然将微雕也用在了工艺上面，就更加嫉妒了。没想到培培的手艺竟然那样精湛，也发现了苏觉的手艺永远都不如培培。单的主意给启培格的生意带去了巨大收益，这叫培培他们十分高兴。单不但要超越之前的收益，还要超越苏玉轩。单招谭清河想要合作，于是将他的手稿拿给谭清河商量印刷事宜，只要合作成果，便要请谭清河吃大餐。没想到培培也跟着过去了，担心单和谭清河独处也要凑热闹。培培听单要邀请谭清河吃大餐，一些吃醋，于是直接将单送给谭清河的礼物一把就抢了回来，还叫谭清河回去，他们自己的事情培培自己解决。这叫单很生气，叫培培自己将4000份首饰草稿赶紧画完。得知竟然有那么多，培培自己也感觉装大了，欲哭无泪。培培虽然觉得工作量很巨大，但是为了叫单不小看加班加点的工作，单去看望培培，没想到他已经完成了大部分，这叫单十分惊讶。没想到培培竟然那样有才华，什么都会，还做得又快又好。培培一把就将单揽在怀里，直接放倒在床榻之上，两个人情不自禁的亲吻，再来一起。汪掌柜发现启培格现在竟然改行做金银首饰了，十分奇怪，于是带上苏觉想要去启培格一探究竟。启培格的二掌柜单正在召开启培格的首饰大会，邀请了诸多名流参加。苏觉觉得虽然现在对苏玉轩没有什么威胁，但是也不能大意，于是派人手更加紧密的监视启培格的一举一动。单在茶话会上拍卖他们的新款首饰，很多人对他们的设计十分满意，纷纷出价竞拍。不但启培格的人满意，诸多名流贵妇们也很满意。很快启培格的首饰就售卖一空。等大伙离开后，单将提前在贵妇们当中安插好的托也给了丰厚的酬劳。培培没想到单竟然有那么多的手段。就在这时，拍卖首饰的贵妇们也回去了，吓得单赶紧解释，没想到人家不但没有对单有托的做法生气，反而还觉得单聪明，现在启培格遇到了困难，应该搭把手，所以没有计较此事。培培给启培格制作了新招牌，不再叫启培格，而是启培首饰阁。单心里清楚培培就是支持他才改名字的，十分感动。单双双想要在单哪里了解一下情况，万一裴家是他们的仇家，单是否还愿意嫁给培培？这叫单有些难以回答。不过单却认为裴家永远都不会是他们的仇家。培培将一个首饰送给单，这叫单十分感动。从小就10个孤儿，除了姐姐，没有人送给过他礼物。
丹丹丹从小就带着一个幸运石，所以也将那个送给了培培。丹丹丹一早上班后，郝掌柜将账本交给了他，现在的订单已经超过了启培阁最好的时候，于是郝掌柜也要退居二线，将大掌柜的职位让给丹丹丹。虽然丹丹丹不想接任，但是裴秦氏也觉得丹丹丹完全可以胜任，丹丹丹也只好应承下来。汪掌柜得知启培阁竟然快要赶上他们苏玉轩的业绩了，十分紧张，后悔当初不该叫单双双离开，而苏爵就更加对此嫉妒了。虽然业务上已经和启培阁没有了竞争，但是却见不得启培阁好，所以还要想计谋陷害培培。单双双对培培的技艺十分欣赏，苏爵的技艺根本就不是培培的对手，不过却觉得当年苏爵父亲苏之言能够将苏玉轩做大做强，但是现在苏玉轩却没有继承那种传统，只能靠旁门左道维持，很纳闷。培培也对现在云翠城慕名而去的购买玉石之人十分痛惜，根本就购买不到上等好货，只能购买那些次品了。就在这时，阿六过去了，现在云翠城去了个大财主，出手就是上万两，这叫丹丹丹姐俩十分惊讶，赶紧去看看究竟是谁那样大方。丹丹丹见到大财主后，便直接将马车拦住了，想要叫大财主去他们启培阁看看，但是人家公子对金银首饰早就腻了，所以更想要玉石。不过丹丹丹却是个推销高手，见大财主身边一众美女，便推销他们家的各种新款首饰，惹得姑娘们非要前去看个究竟。大财主刚到启培阁，就发现原来是远近有名培培的生意，要是在当初，培培名声在外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所以和这位司公子相媲美。不过现在的培培早就改头换面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丹丹丹带着几位姑娘挑选了各自喜欢的首饰，虽然司公子很有钱，但是价格也贵得出众，所以叫丹丹丹和他比试一番，要是司公子赢了，便将启培阁的首饰都买下，要是丹丹丹输了，就将珠宝白送给他们。丹丹丹来者不拒，要赌一把自己的运气，于是和司公子来一场比试。